悠扬的钟声是破晓的第一缕阳光，荒古世界的天行大陆也在这响彻云霄的钟声下迎来了崭新的一天。睡到自然醒就是爽。哎，这屁股怎么凉飕飕的呀？洛尘伸手向自己的被子摸去，一下两下，我这是在湖中央。这细胳膊细腿的小身板子是怎么回事啊？梦、幻觉、虚拟成像。对了，时空机，博士的时空机成功了。可是博士呢？此刻的我是谁？在哪儿？该干什么？是谁他妈把我放在这湖中央的？你倒是把我接回去啊！远处有波动传来，而且速度极快。这个人把我放在这儿的，会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啊？那我要不要继续装死啊？他在飞。儿子，女子便冲过来，一把将他搂入怀中，搂得忒紧了。你还有记忆保存吗？我的人设就这么崩了，开局就崩。看来记忆残存的不多了，不过也好，以后你便是我妹儿的亲生儿子，娘亲定会好好呵护你的。这女子叫妹儿吗？想认我做儿子？哼，我洛尘岂是那种为五斗米折腰、为一碗饭便叫香之人？走，我们去见你爹爹。自从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洛尘处处谨小慎微，从未开口说话，更时常表现出一副痴傻的模样。只有王妃妹儿和后厨的老姚依旧待他如初。王妃极其宠溺洛尘，哪怕洛尘表现出一副痴傻的模样，她依然不厌其烦地教导洛尘说话，生活之上更是面面俱到。至于老姚，洛尘与他初次相遇是因为肚子饿，在厨房偷吃的洛尘被老姚抓个正着，可能是因为臭味相投，事后两人便混成了忘年交。这老姚几乎每晚都会开小灶，洛尘则是每晚都来蹭吃。老姚负责谈天说地，洛尘负责拍手鼓掌，颇有一番狼狈为奸之意。斗转星移，2年的时间转眼而过，在洛尘天赋异能日复一日的观察下，这每天教自己说话的娘亲和那个常年征战的便宜老爹的确不像是坏人。洛尘心想，要不然就从了吧。夜晚，平越城天道书院，劳烦院长了。此子至近妖，天资聪颖，更是当世罕见。想他开口之日，自能通晓世间言语。这些个老货没个好鸟。经此言语，镇荒王又怎能不知啊？皆是洛尘伪装出来的假象。今日多有打扰，还请院长为犬子保密。本王便先行告辞。善。回宫路上，当日你与那穿越时空而来的神器从天而降，助我夫妇2人斩杀妖良。你自身当时也是濒死，而你的肉身又与这方天地不同源，接纳不了灵气。我夫妇2人便商议将你的神识射出，与一副无缘的肉身融为一体，以此来救你，也算是报答你的相助之恩。可是未曾想到这肉身如此之强，一直吞噬你的神识，我们用尽天才地宝，依然未能有任何效果。紧要关头，妹儿不顾生命之危，崩碎近半灵石来保你，才有了你现如今。就我一人吗？镇荒王闻言一愣，带你而来的那个神器并不完整，似乎只剩下了一半的样子，那到底为何物？按照常理来讲，王妃无需如此对我吧？哈哈哈。妹儿与我相恋，天理不容，注定无法生育，因此才将你视为亲生。几年来苦心教导，你应有所感。今日我告知你应知的一切，要去要留皆由你定。我会看住妹儿，不去寻你的过去未来。说罢，自顾自地飞走了。洛尘愕然，2年来的保护与照顾，洛尘又怎能感受不到啊？而且这般离去，身无分文，岂不是死得更快？这得走多远呐？亲爱的老爹，你等着！
突然，娘亲，在这儿，我在这儿。媚儿听闻此声，便迅速地飞掠而至，还不待媚儿开口，娘亲，爹刚和那老道商量，将我扔在书院，让我以后不要再回来了，还说我是个拖累。可我舍不得娘亲，就想回来看你一眼，便去给书院的人当牛做马。娘亲，我得回去了，不然老道又要用戒尺打我了。媚儿听罢，当真是又惊又气呀。惊的是出去这么一会儿，儿子便开窍了；气的是南宫陆离竟然骗他，说什么世界那么大，儿子想去看看。不怕，有娘在，谁敢让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娘就剥了他的皮。儿子，娘先带你去休息好吗？娘亲，我怕。我说的那些话这么管用，那早该这样做的。娘，南宫陆离，我看你真是活够了。殿下，我就知道你快来了，已经把饭菜准备好了。还是你懂，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今天出去买菜的时候摔的。莫非你要我自己查？老姚无奈，只能把今天路上所遇之事说与洛尘。听完了老姚的叙述，洛尘脸色铁青，怎么能让这些战场上捡回一条命的真汉子受此屈辱？不知殿下所来冥府有何事？不关你的事，去找宁轩过来。不若殿下先告知于我，是因何事？他打了我王府之人。这不知多少灵晶可消兄台心头之恨啊！不知你这条命值多少灵晶？殿下，为了一个下人伤了和气，这不至于吧？可我觉得你主子的命不比我老哥的命珍贵啊，怎么办？世子大驾光临，老朽有事远迎，还望世子殿下莫要见怪。明叔折煞晚辈了。我也听闻了殿下所言之事，不知殿下打算如何解决呀？还是明叔明事理，我也没什么要求，他怎么打的人，我便怎么打回来，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为了一个狗奴才，你要打我？老王，给他整整容，他敢反抗，直接砍去四肢。听令。殿下，那个啥叫整容啊？掌嘴打到看不清五官为止。好嘞。爹，你说句话呀！自己做的事，自己就要付出代价。双眸却是带着寒意地盯着洛尘。好了，咱们是来以礼服人的，打死了就变成仗势欺人了。明叔保重，小侄改日再来拜访。说罢，便带着一行人向门外走去，把他带下去，找几个底子干净的死士，让他们。老哥，今天为了你，我可是连饭都没吃就出门了，晚上你可得给我做红烧肉。老姚，你可不能只给殿下开小灶啊！得，就你们贪吃，今天让你们吃个够。殿下小心！不要，撑住，我爹马上就到。尔等找死！爹，老姚，救老姚！所中毒针太多，毒素已经蔓延全身了。殿下，老姚这条贱命能为你而死，值了。只可惜那红烧肉不能。老姚，
一少年身着素衣，背靠灵柩而坐，口中喃喃自语：“对不起，我来晚了。为了躲你娘，我一直在军营待着。”怎么能怪你呢？查清了吗？冥府有那几人的气息残留，今日按上罪名，便可直接抄了冥府。不用，爹，教我修炼吧，不然姚老哥指定在下面骂我这个世子不中用。仇肯定是要报的，不过可能要晚些；酒肯定是要喝的，只是以后会少些。谁让你这老不正经的就这么走了呢？晚饭时，镇荒王姗姗来迟，脸色铁青。宫里来人让你干嘛？让晨儿进宫，被我回绝了。现在外面都在议论你的姓氏，确定不改了？如若为难的话，起个绰号也是可以的。并非如此，我与南宫家早已恩断义绝，只是姓骆。有人问起，你便说是跟随你娘亲之姓，这便不会有人怀疑了。娘亲也姓骆？哈，那倒不是，你娘姓虎，她不是。啊，我饱了，先去书阁了。夫人，我错了，是我多。洛尘冷不丁地打了个寒战呐，心想，怪不得姓虎啊。书阁又称雄远楼，外界传言王府雄远楼收尽天下武技。此时洛尘正在这众人梦寐以求的雄远楼，拿着一本最普通的修士通识，介绍了100年前人族如何一步步打破妖族的统治，并将妖族逼向大荒。自己那便宜老爹如何借助天道战胜黄境的妖渡。有意思的是，这妖渡竟然是妖良的父亲，本该是一门双簧，无限风光，可到头来死的都是很冤枉。书中后半部分则是天行大陆的境界分级。传说中境界共分为9层，下3天淬体境，淬体完成便可开灵根；炼气境，炼气入体可成修士，筑基；中3天破凡又称知命境，破知命便可定容颜；神将又称结丹境，王境又称元婴境；上3天黄境又称凡仙境，地境又称金仙境，圣境。看到这里，洛城才知当日被自己误杀的妖良究竟有多强。便宜老爹刚入王境便是人族第3，却比妖良低了整整一个大境界。等会儿，妖良，怪不得起这么个名字，你不良谁良啊？淬体，将几本书认真的对比后决定全都试一下。如今决定修炼，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倒是应该找几个细心的女子帮忙处理一些更衣暖床的杂事了。傻小子，别自己瞎琢磨，明日我亲自教你修炼。这种草药浸泡得练到哪一年去啊？那我们今日便开始吧。所有的境界都只分为高中低3阶，紫色的这枚与你身体一同降临天行，应该是专门为你准备的。青色这枚是我所修习的炼体之法，胜在我可以教你一些细微之处，少走一些弯路。我这身体究竟是从何而来？当年我与你娘追杀重伤的妖渡，不料他在化龙林晋升黄境，那日天空似乎裂开了一个口子，一个受伤极重的剑仙带着一个少年降临这方天地。那剑仙似乎中了什么毒，我们发誓尽心的帮他照顾那个孩子，他便可助我们斩杀妖渡。后来那个剑仙打破妖渡的道基，自身也殒命当场。可那少年如你当日，神识逐渐被肉身所噬，情况比你更要严重许多。当时我们还太弱，用尽一切手段亦是无力援救，最后只能任由他神识消亡。我们将他的身体储存于冰棺之中，以期那剑仙会有好友来接走这孩子。可是一等便是17年之后，你便来了。随着身体一起的丹药兵器被我分给了各大宗门换取资源，用于对抗妖族。倒是还有一枚蛋，这么多年了也没个动静。那我便跟随您修炼吧。我儿果然识货，不愧是天才。我的功法也是天行国最顶尖的功法之一，保你10日内入淬体境，
半年内有所成，3年便可以淬体完成开灵根。你先观看修行，为父为你准备药材授血去。洛尘并未急于修行玉简中的法诀，而是去了王妃的房间。娘亲，我想找几个人帮我处理日常的杂事，最好是细心的女子。王妃对自己这个儿子也是十分的宠溺，立刻让人去挑选会照顾人的芳龄少女。洛尘暗爽啊，自己那便宜老爹也跟着管家而去，说是要把关。第二天，那便宜老爹便领来了几位容貌约莫在凡人年龄50-60岁的女修士。气急败坏的洛尘自然要在娘亲那里参他一状。这够常人3-4日所用的药材，自己1日便吸收得如此干净，洛尘却依旧未感受到那便宜老爹所说的枷锁打破，身体轻松之感。似乎是这功法的问题，难道我又被那便宜老爹坑了？想到这儿，洛尘擦洗干净便走出了房门，看到门外守候的那几位慈祥和善的奶奶，人生悲凉啊！书阁中，玉简中记载的是一份名叫太初诀的功法，借由鸿蒙紫气和月灵之光淬炼自身，倒是不难，只是这修炼之法实在是有点羞耻啊。看光就看光吧，我还是个孩子，不懂什么羞耻。晨光破晓，洛尘有些期待地运转太初诀。忍住，老妖还在等着我，连这点苦都吃不了，还练个锤子。紫气所过之处，如洪水决堤，血管、经脉被强行拓宽，身体似乎被一寸寸的撕裂，痛如地狱般的折磨。有这么痛吗？难道我随口一句抽丝剥茧、断骨换髓之痛成真了？天行大陆的淬体境虽然说是助肉身之机，可是被妖族统治的100年时间，大多法门都已失传了。如今的淬体更像是补全身体之漏。洛尘的肉身本就圆满无缺，镇荒王的淬体之法自然对他效果甚微，唯有这种天地精华才能助他淬体。这就不行了，这抽丝剥茧之痛，我当年泡药浴可是要承受1整天的，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您给我搞的那药浴到底痛不痛，自己没点数吗？这2天先休养一下吧，等你的经脉自我恢复后再修炼吧。贸然用药对你的身体也有害。法诀记载月之灵光便有恢复身体的功效，今晚先试一下。说罢继续装死。转眼天黑，明月挂起。月灵之光入体，与鸿蒙紫气的效果截然相反，温柔、清凉，还带点酥麻，爽入云端呐！体内的经脉在迅速的恢复，身体的增强可清晰的感知。幸好我当时灵机一动，把那些女子给换了，要不然，秉着不能被遮挡的心思，洛尘羞耻的修炼数月，直到他偶然发现，只要不是全身皆被遮挡，便能正常的修炼太初诀。淬体即将完成的他也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悲伤啊。镇荒王在给洛尘喂招时，便发现他的反应能力尤为恐怖。某位王爷为了公报私仇，将一代新人换旧人为条件，只要击碎王爷腰间的玉佩便可。一想到那女子，一想到帮老姚报仇，洛尘便嘿嘿直笑啊。在不断的被虐中，洛尘对身体的掌控愈发的娴熟，而洛尘的境界也逐渐臻至淬体之巅。很快，天威城便迎来了除夕。岁尾年初，家家爆竹，户户焰火不绝于耳，气势如虹。可今日王府却是戒备森严。娘亲，我看书中介绍开灵根无序阵法吧？那是你爹给你遮掩气息所用。国主近来一直想让你入宫修行，用来掣肘你爹。如若被他知晓你修炼如此之快，恐怕会对你不利呀。罗晨点点头，自己不算被那坑儿的老爹浪费的半年，真实修炼的时间只有半年而已，的确是有些快。晨儿，入内吧，切记莫要心急，好生感应，于阵眼处盘膝而坐，调整呼吸。随着太初诀的运转，鸿蒙紫气与月灵之光两者融合，朝丹田所在冲去。
洛尘眼前一黑，再次睁眼便处在一片混沌空间。此处只有颜色，这怎么和书中记载的身体枷锁打破、虚空生灵、扎根丹田视为灵根不太一样啊？难道要暗示他一下？怎么没动静啊？还要我怎么做？为什么每次修炼就得给我弄点幺蛾子？这城市套路深，我想会弄。随后急忙媚视自己的丹田之处，靠，我的灵根呐！老子该不会是废物吧？刚才观你开灵根之时，声威浩荡，虚空生莲，想必是所开灵根不凡吧？我没能开出灵根，丹田处和书中记载的凡品灵根很相似，可是我没有灵根扎根于丹田，也没有枝芽勾勒经脉，只有一个彩色的漩涡，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平日里我帮你喂招，明显能感觉到你的肉身之力强大，已经和筑基境的修士肉身不分上下了，怎么可能只开出凡品灵根？你放开心神，不要阻挠我的神识。世间竟有如此怪事，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难不成这漩涡便是灵根？婵儿，你尝试勾连着漩涡。有反应，我能调动它。可是变异灵根是何属性？金、黄色；木、青色；水、蓝色；火、红色；土、褐色。只需心念一动，结合出新的变异灵根，无法调动的最后两种颜色，一种是闪烁不停的银白色，第二种颜色似乎一直在变化，认真望去又似乎从未变化的浅白色。两人正想开口之时，洛尘手中的朱雀变化成了迷你玄武。镇荒王刚欲夸赞，洛尘手中的水球又变成了一颗迷你的青龙。镇荒王一脸黑线呢，有本事你接着变呢，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13。洛尘望着自己那便宜老爹吃瘪的样子，不由得玩心大起，收回了手。还好只是3灵根呢。等等，为什么我要说止啊？3灵根也是世间少有了，怎么就止了？虽然是3灵根，但对你这得天独厚的肉身，还有耗费无数天才地宝的神识而言，并不算出色。你当继续。5行全灵根。我虽然天赋不行，日后只要肯努力，成就自然不会落于别人。爹，你就放心吧。爹，我感觉他要劈我，就该劈死你！喂，每次破境都有雷劫，你肉身强大，这种淬体雷劫对你没有什么威胁，还可以借雷劫淬炼肉身。如何让雷劫淬炼肉身啊？不用抵抗便可。有外人在雷劫范围，只会成倍加大雷劫的威力。不用抵挡，不是应该手段齐出，拼命抵抗吗？难道我之前看的书都是假的？这可是我的第一次呢。话说，怎么这么慢啊？快一点，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雷劫的威压怎么如此强？都快赶上筑基境了吧？时间似乎有点久了。婵儿，这次雷劫。然后呈太字形躺在了地上。我刚要提醒你，这次时间久，雷劫威力堪比正常时期的数倍，你就来这一套，就是不想活了。雷劫入体，洛尘几乎瞬间就明了了，这雷劫自己扛不住啊，这不靠谱的爹坑儿啊！洛尘连忙勾动漩涡，连接金水2灵根，金水相融，雷灵根生，雷灵根的吸收转化为洛尘减轻了1半的压力。
再加上木灵根对身体的修复，使得洛尘有惊无险地扛过了雷劫。这也行？看来便宜老爹说的倒也没错，他的本意便是让我用灵根吸收雷劫之力，补充自身。听爹的，果然没错，感觉力量又提升了一个档次。我该不该告诉他真相啊？正纠结之际，突然想到刚刚在大阵之中他那副欠揍的样子，镇荒王决定下次雷劫吃亏的时候再告诉他，顺便敲打一番。一日清晨，洛尘正在尝试土遁时，晨儿，娘亲有好东西要给你看，快出来。好东西？青春萝莉，冰山玉姐？娘亲，我亲自接回来便是，怎么还劳烦您跑一趟？也来不及了，马上就要破壳而出了。破壳？哦，那关我啥事儿？晨儿，待会儿弹壳破碎，你便用心头之血与之缔结契约，这弹于此处一养阶20年，吞噬无尽血气之力。缔结契约之时，定要万分小心。破凡境，唯有入破凡境的妖兽方能做到口吐人言。听闻他未进化完全，洛尘有心等他，可这契约已经到了连接两者的紧要关头。先不说是心头血的珍贵，便是强行停止契约的反噬之力，就能撕碎洛尘的神识。洛尘便有了决断，继续缔结契约。契约缔结完成。你能说话？不是这样的，不会这样的。你叫什么名字啊？能和我交流吗？小兽抬起头来瞥了他一眼，继续出神儿。洛尘，给你脸了，好声好气的说话不行啊，非逼我动粗。怎么了？可能孵出来了个傻妖，要不然吃了算了。傻妖，身板这么小，怎么吃啊？先割肉，然后给它恢复，再割。王爷、王妃，我们三人想起军营还有要事等着卑职去处理，就先行告辞了哈。我也随他们去看看，不然总会不放心的啊。等着。好嘞，好嘞。女人姓胡真是可怕呀！自己以后可千万万不要找这种割肉！你们竟然要吃本神兽！本神兽一出生便可借着血气之力和规则之力接近妖皇之境，可现在却是因为你们堪跨入炼气境，九条尾巴都没长全，便被契约定格了。我就委屈了一会儿，你们就要吃我。一出生便可接近妖皇之境。哼，竟然敢糊弄我！今日就让你尝尝这一出生便接近妖皇之境的神兽，究竟有何不同？我没说假话呀，一出生便能跨入破凡境，只需4个境界就能达到妖皇境了。突然间，我便是晋王的强者了。你究竟是什么灵兽？再敢贫嘴，就剁了你！哼，无父之名，龙志。龙志？龙志很出名吗？龙志乃是12大开天神兽之一，法力无边，世人皆传神兽龙志9头9尾，飞似狐，爪似虎，吸食修者，故也有人将其划为10大凶兽之列。9头9尾可能是谣传，可龙志吃人是诸方势力皆有记载的。只是这小兽长了一对板牙，难不成吃人要靠啃？人家都说了，等等再缔结契约嘛。可他那么急，我都没能把壳吃
我现在又没拦你，你倒是吃啊！那还在伤心中的小顺直接呆了，蛋壳你也要吃？镇荒王也是满脸问号的看着洛尘。洛尘瞥见两人一兽都望向自己，自言自语道：果然有少量的规则之力存在。误会儿子了，原来他想检验蛋壳中是否有规则之力，于是也掰了一块放入嘴中。晨儿，你能感觉到有多少规则之力？很微弱，但是很明显。哎呀，为了不丢人，打死也要说自己感应到了。镇荒王听闻此言，不由得唏嘘啊，自己高他那么多境界，依旧感受不到那虚无缥缈的规则之力。果然有些东西只能靠天赋啊。口中却不甘示弱：那你可要努力了，这蛋壳之中的规则之力如此浓厚，你却感知如此不明显。谨遵父亲教诲，竟然真的有规则之力，果然境界高才是王道。我怎么感受不到规则之力啊？难道是因为我是妖族？又或者因为我曾经神识受创，至今仍不圆满，所以感知不到？果然充斥着规则之力，怪不得出生便可破凡。父亲明明说规则之力直接加持在我的身上，为何蛋壳之上还有如此多？刚刚我也吃过蛋壳，也没有感受到规则之力呀。难道这三人天资都远胜于我？可我父亲不是说龙之一族实力天赋仅次于雏鹰一脉吗？既然是晨儿导致你孵化未完成，你便好好跟在他身边吧。他天资之强，以后必然能站到这大陆的巅峰，也不算委屈你神兽之子的名头。那小兽听闻此言，默默感受一旁的洛尘。我的老天啊，竟然是7级！什么欺凌？你不知道吗？你的灵根是……你能看得到？是因为我和主人的契约，才能感知主人的身体状况。我绝对不会对主人做不利之事，主人身死，我也会被契约吞噬的。你有何打算？有契约在，他的言行皆在我的掌控之中，便把他留在身边做个伴吧，谅他也不敢背叛我。晨儿，此事可要慎重。你刚所说的欺凌是什么意思？被他听到，主人会有性命之危。他是谁？晨儿，别问了。今日耗费心头血，需静养1月，不可再动神识，不可劳心。那娘爹，我先带他回去了。路上你有名字吗？我父亲老是管我叫崽儿，这算名字吗？那你以后就叫小脑斧吧。在我们远古的混沌世界中，小脑斧是人人都喜欢的，更有抽烟、喝酒、烫头这3大无敌的本命神通。哎呀，那我就叫小脑斧了。你出生在远古吗？那里的人很厉害吗？一个法术，万里之外便能轰杀数千人，大能只需要这样打个响指，便能死光好几个天行大陆。斩妖处，巨树间。这家伙的巢穴如此之远。一路行来，文文虎的味道越来越重了。哼，这头狼倒是不傻，后面的那个人族，莫看身体娇小，几个月来不知杀了多少妖兽了，简直是个少年杀神。杀也就算了，最恐怖的是他一言不合就要烤了你。狼怎么能如此屈辱的死去？必要让你记得本狼的厉害。气息收敛的极好，但又怎么可能躲过洛尘的听波变位呢？我只是追他而来，并不想与你争斗。既然这疾风狼惹了你，我便就此退去。
莫文虎显然也觉得眼前这个小不点是个难缠的主，并不想与他争斗，便催他离去。好，马上走。双耳微动，有人。洛尘不动声色地将魔文虎和疾风狼装入储物袋，径自离去。灌木中，一道黑影默默跟了上去。洛尘感知到后方的波动，便带着黑衣人开始在断荒山兜圈子。洛尘可以清晰地感知妖兽所在，可是黑衣人并无此等能耐呀。不一会儿，便被洛尘远远地甩开了。是我爹派来保护我的人，还是宁家的人？管他是谁，有备无患。这是什么？混沌之地一个宝器的简易版，超级无敌惊天动地精神雷。在那里有他的气息，动作小心，上！先收点利息。小脑斧准备。本命神通，烫头。这烫头正是小脑斧的本命神通，空间转移。这感觉在自己的循循善诱下，这小脑斧的画风好像有点跑偏了。小心，暗器！土灵根者，入地下把他逼出来！筑基期的修士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大道方向，开始铸造大道之基，不仅可以御空，就连招式间都带有大道之力的加持。洛世子，你就打算在地下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不知你这炼气境的能力还能支撑你土遁多久？男子想当然地以为洛尘只有一个土灵根，每个灵根都是储存灵力的一片小天地。而洛尘的漩涡也不只是7个灵根就能比拟的，装作灵力不支，开始向远处遁逃。你是宁府的人？世子倒是聪明，我三弟不过是打了你家的一个下人而已，你便带人羞辱我整个宁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能从天影管辖的天威城打探到世子的消息，自然是皇宫的那位上官行。世子这副皮囊倒是好看，不知道世子的身子是如何滋味。我让你在这嘿嘿嘿恶心人！小杂种，你耍诈！
老姚，别急，我会把他们一个个送下去陪你的。主人，我刚刚那神通的名字如何？是不是很威武啊？唉，自作孽。你现在的极限能传送多远？似乎增强了不少啊。大理的样子吧。根据小脑斧之言，空间灵根极难诞生，龙之一脉本就是空间灵根的掌控者。主人，待会儿吃肉吗？我感觉吃完我就可以晋升猎气中阶了。打架就看戏，吃肉得我哥。一对大板牙整天哭唧唧的，除了会撒娇，要你有何用啊？吃肉只是为了能够快点长大呀，还不是你害的。哼，可这么说本神兽，真当我没脾气吗？我小脑斧，就算饿死也不再吃你给的烤肉。哼！片刻，洛尘割下一块肉放到他身边。哼，和烤肉相比，面子算什么？主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是很爱我的。烤肉真香，哎呀，算了吧，养养看吧。现在这么小，也没有什么肉能吃。等养大了还这副德行，就吃了算了。幸好遇见了一位这么善良的主人呢。当那弥漫方圆万里的雷云形成之时，小脑斧坚定地认为，今天就是一人一兽魂归西方的日子。再看那奇葩的渡劫方式，小脑斧只感觉到腰身无望了。这是小脑斧诞生的第5个年头。这一年，他陪着这个奇葩主人连渡了2次雷劫。小脑斧3年无间断的打磨，才堪堪铸就一半。而洛尘刚破炼期数月，便迎来了这筑基之劫。那这次雷劫简直就像是突然抽风，雷云上似乎写满了4个字：你给我死！莫不是天劫被主人这种独有的渡劫方式给击倒了？这时，雷云下的洛尘起身爬出了刚被劈成的大坑，换了一个地势平坦的山丘，然后又呈太字形躺了下去。雷劫还可以临时增加威力。没死就好。哎呀，我们这是在哪儿啊？你晕倒之后，我便将你背到断荒山来了。我可是背着你足足跑了1夜才到这儿的。你都不知道一路上我遇到多少妖兽，经历多少次生死大战，最后才保护你没受伤。那以后我好好对你，再也不打你了。嘿嘿，你这都是小脑斧应当做的。主人先恢复，我为您护法。1下午的时间，洛尘已经恢复至巅峰，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心中有些小小的得意。于是洛尘善心大起，喊来了小脑斧，说要帮他喂招，让他早日铸就道基。我看了许多书，都说破凡境便是要看清本心，知天命。如何才能算是看清本心呢？又如何才能算是知天命呢？吾父曾言，修者有3大难关，如同天堑。1为铸道基，最需天赋；2为知天命，最耗时间；3为人仙劫，最伤性命。怎么破知命境，未曾细说。不过说到筑基，主人是如何这么快铸就道基的？我将那个漩涡彻底融入了自身，以自身为大道之基，然后就筑基了呀。还有这操作？现在改还来得及吗？主人为何每次渡劫时都要摆出如此帅气的动作？这个动作看似不难，实为混沌之地一位大能所创的 pose，
我记得还有一位姓宋的大能创出了抱头蹲的 pose， 渡劫也极为厉害。何为 pose？pose 是混沌之地的特有词汇，形容独特的运功方法，更容易借雷劫淬炼自身，是这样写的。还有别的词吗？混沌之地特产的那种？那可多了，比如神他妈，意为我很喜欢；奥利给，意为冲啊；狼人，意为专情的好人；盘他，意思为揍他。太阳当空照，小脑斧在睡觉。醒醒，有个大家伙来了！断荒山上什么时候多了妖气如此浓郁的湖啊？这地方我怎么没见过呀？此地环境陌生，先避为主。龙虎山上神将巅峰期的魔龙炎野，这2日所待的山洞便是这家伙的巢穴。至于为何不是在断荒山，而是在龙虎山，那就得问问亲爱的小脑斧了。等出了龙虎山，看我不把你打出翔来！足足2个时辰后，洛尘才停下了身形。倒不是灵气不足，而是前方所见的景象实在是太过震撼人心了。魔龙身上的伤恐怕正是跟这场大战有关。懒货，神将期便能有如此神通吗？我也未曾见过，之前都在壳里待着。我要好好修炼，以后再也不睡懒觉了，早日成就。哼，果然是这样。出去后，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慢慢算。怎么这么久还未见到没有毒瘴的地方啊？你来的时候走的路一点印象都没有吗？那时天黑，我也不清楚，只记得一直在向北跑。不过上山时确实未曾感受到毒瘴。可是我按照你所说，一直往南行，并未找到没有毒瘴包裹的地方啊！我们这不是在往北跑吗？你把左爪举起来，得，终于知道根源所在了。自己怎么就信了这路痴所言呢？洛尘思索了一番，决定直接回去。湖面上，洛尘尽可能地收敛自身的人味儿，小心翼翼地贴着湖面飞行，不敢用神识窥探。怕什么来什么呀！又是这个虫子，真当本龙好欺负。这个虫子
没事了，将魔龙的身躯收入储物界。御风向着北方飞去。直至此刻，洛尘还有些后怕。至于这魔龙为何会抓空，这自然要归功于空间神兽小脑斧了。看着怀中还未有丝毫转醒迹象的小脑斧，洛尘一阵纠结，到底还要不要揍他呢？最后，洛尘决定，奖惩要有先后顺序，等他恢复后先揍一顿，然后再奖励他一次免揍金牌，差不多就得了，还上瘾了。那棵树再怎么看也看不出鸡腿来，赶紧走了。小脑斧在大战之后第2天便醒了过来，声称自己道基受损，需要休养，分头寻找有无山洞。洛尘取出了当日在魔龙身上发现的储物戒，足足数日不间断的祭炼，终于在今日傍晚抹去了上面的禁制。发了！空间之内是堆积成了小山的水晶和岩晶，岩晶旁边则是随意的摆放着妖丹和一只巨大的妖兽，正是赤焰虎。角落里还有一些灵药和各种炼器所需要的矿金。更令人激动的是，赤焰虎的储物戒也在。洛尘感知一番，与魔龙相比有些寒酸，里面只有2堆火晶和木晶，药材矿金倒是不多。今夜炼化它，我给你些兽丹供你修炼。事后，洛尘陷入沉思，小脑斧应该把储物戒指放在哪儿呢？难不成要给他打个耳洞？望着小脑斧脑后的兽毛，灵光乍现，洛尘用他的兽毛末端记住了储物戒指。任谁也想不到这会是储物戒指，我果然是个天才呀！次日，天威城中，天威城发展的越来越好了。自妖良死后，人族便开始主动出击，天威城外再无妖兽袭扰。本就是天行国中面积最大的天威城，近年来发展极快，隐约有取王城而代的势头。咱这世子殿下那可是了不得呀，刚一出生便睡了整整1个月。好你个洛尘，怪不得你不睡觉，原来你一口气睡饱了呀！现在还总说我懒，不让我睡觉，哼！后来呀，更是有2年不开口，开口惊天人的传说。世子一开口便通晓各种语言，与我等无异。可要说起世子殿下最知名之事，那要莫过于雄远楼上的数月了。城墙上怎么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明家作为天威城的第2大家族，近日来更是如日中天，愈发的繁荣了。洛尘在宁府对面街道找了一家客栈入住，收敛境界后又易容的他，俨然就是一个满大街可见的普通人。足足5年了，是该做个了断了。老姚，今晚给你来个烟花大会，轰隆隆响的那种。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沉入山间。此时夜渐行渐深，风越刮越大，月亮躲入了夜幕之中，只留下了几点星光为明。今天这夜倒是应景。在洛尘的天赋异能下，很快便解决了冥府中巡逻的众人，然后开始埋炸弹。你这个畜生，救命啊！轩儿，这是你爹今日给你买的极品筑基丹，吃完了有机会破开炼器，进入筑基境界了。要不然你先服用了再玩。封了你的嘴还不老实，被小爷看上是你的福气。娘，丹药就先放那吧，我待会儿再吃。好，那你注意身体。洛尘面如冰霜，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小脑斧，带他走。继续自己的埋雷大业。就在他神识搜索宁远山所在时，双耳微动，修神。洛尘瞬间冲天而起，火灵根之力爆发。提袭，开启防护大阵。大阵不管用。
呦啊！小老哥，你在看吗？小杂种，你竟然没死！宁宇在你手上。你儿子死时，他的魂灯没碎吗？当时他的脑袋倒是碎得挺彻底的，啪的一声就炸了。你找死！没想到5年你竟然有这般实力，幸亏你今日来送死了，不然还真不好收场。火龙拳！棍，火棍！赢家3斩！前一刻还在逃跑的宁远，破了你的道基，你怎么还能？哼，你爸爸洛尘整个身体都是道基，戳个丹田就想毁我道基，现在都晚上了，还白日做梦。加入，杀了他！这些人交由我来便是。宁远山境界不稳，已是穷途末路，速斩杀！公主这儿我快拦不住了。龙拳！殿下，九娘让我来接你。公主在王府，你现在不能回去。黎明，洛尘被生物钟叫醒。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伤势，腹部早已经被包扎好了，贯穿伤也基本被治愈，竟是女子的闺房，难道？哦，对了，九娘。用的时候没影儿，打完了就屁颠儿屁颠儿的跑过来了。